关山月，关山月这首乐曲源自于古琴的梅安琴谱，原曲无词，那后来辅以加上李白的五言古诗《关山月》来作为情歌所演唱，是古琴非常经典的代表性曲目之一。这首诗描写了远离家乡的戍边将士与家中妻子的相互思念之情，深刻地反映出战争所带来的百姓之苦。关山月的古筝版本列为古筝考级的第1级曲目，通常以曹正老师所移植的乐谱作为通用的版本。那这个乐谱为了符合古筝初学者的程度，已经简化了许多，所以基本上和古琴的原曲相差甚远，所以常常会让古琴的琴友觉得有一点陌生，不像是印象中古琴所弹奏的关山月。虽然古筝考级版本的关山月已经简化了许多，但是对初学者而言，左手韵味的掌握以及右手音色的控制，其实相对来说颇有难度。那就让我们一句一句的来学习这一首古筝版本的关山月。那关山月这首乐曲呢，源自于古琴的琴曲。那因为我们是从古琴移植来古筝演奏的，所以我们在古筝的右手音色控制上面呢，需要特别的去尽量模仿古琴的音色。那我们有带的指甲，那如果说你要为了考级所演奏这首乐曲的话呢，会建议你一定要佩戴指甲，因为毕竟你是参加古筝的考级演奏。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娱乐或者是欣赏所来演奏这首关山月的话，你可以不用戴指甲，因为不戴指甲的状况下，它的音色会更贴近于古琴的音色。那我们就以古筝考级的标准来教大家如何弹这一首古筝的关山月。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首关山月。我们先看第一句。那关山月的话呢，我们这边用2种诠释的方式，一种是传统的夹弹，那另外一种是现在比较普遍学习的提弹。那我们先看用夹弹的方式来演奏第一句。那第二种是提弹的方式。这2种方式的话呢，你可以和自己的老师稍微讨论一下，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你。那夹弹的话，我们的中指要连续的压弦，那在压弦的时候呢，尽量是往下，不要有跳动的感觉，保持平稳的往下压。那再用手臂的力量把这3个音往内拉。大指跟中指一起弹，夹弹这个大错哆，一样夹弹大错嗦。那如果是提弹的话，那提弹的时候呢，我们的中指往内勾，但是在勾的时候，我们要保持音色的饱满，所以建议大家中指要整个完全的往手掌心的方向勾进来，这样声音会比较饱满。那加上我们在弹奏这个连续3个中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就是那个坐稳泰山的感觉，下半身要非常的稳，所以我们不能够让音色听起来比较活泼或者比较跳动，那这会听起来稍微太跳动了一些，所以我们要尽量的保持音色是比较是在我们的下半身的部分比较平稳的感觉。那对于音色的控制呢，大家不妨可以用一下想象力，就是你如果有想到这个画面的话，你的音色相对来说就会出现你所想象中的画面，你可以试试看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第2句。那第2句的话，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是夹弹的话是怎么样的演奏。那在夹弹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大错往内夹，
再来是反破的，用哆按出来的 re。那为什么不弹元音的 re 呢？因为按出来的 re 它比较会有那一种情感的激动感。那如果你是弹原本的 re 的话，听起来是不是就少了那么一点点的韵味？所以这一边要非常注意，是必须要用哆去按出来的 re。那这边呢是用到同音按，有一个拉的上滑音。那在大错的夹弹部分啊，就是无名指的部分，要砸在它的次一弦的地方。以嗦来说的话，它的无名指就要定在拉的位置。好，那我们来看提弹的话，这一句怎么演奏？那一样，在大错的时候呢，我们要整个非常饱满的往内握进来，然后整个大指跟中指，它必须要回到食指的旁边，大指靠着食指，然后中指也靠在食指旁边，这样它的音色呢会非常的饱满。那我们一样啊，要把音色控制在下半身的部分。好，再来下一句，我们来看用夹弹的话，这边的话一样，大指要经过哆跟拉两个音，然后把拉滑音滑到哆。那因为呢，这个拉到哆是小3度的关系，所以你左手要稍微再用力一点，才会到达这个哆的音高。好，然后手哆哆一样是把拉按成哆。下滑音，然后再放回拉。这边是用的大指连托。那大错嗦的话呢，必须要完全的握起来，这样音色才会比较饱满。再来下一个嗦拉拉的地方，我们建议你会从中间开始往右弹，轻轻的连托。这边呢，大错的部分你可以用夹弹，也可以用提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再来我们看下一句。那这边的话呢，用大量的连托，它的音色听起来会比较的连贯。但是如果你是用分开的大指坡的话，那听起来声音会比较的跳动。那你可以自己斟酌你想要用哪一种。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那这边的话呢，会有一个下滑音，是比较轻的下滑音。那这一句的话呢，它用到了一音多韵，有2个地方，一个地方是这里，有带了一点点的附点。这一句呢比较的难掌握，因为它要有一点是比较连续的，没有中断的感觉。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一首乐曲主要弹到这边的话，会从头反复再弹奏一次。那我们先往下看它尾奏结束的部分，一样，如果你是用夹弹的话。
的是提弹的话呢，一样保持你音色是在下半身的区域。好，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区别是在手拉哆这3个音，中指是要夹弹或者是要提弹。那再来的话，后面的部分会建议大家都使用连拖，因为它的声音听起来会比较的沉稳，不会飘来飘去的感觉。如果你提弹的话，跳跳的，就没有那种束手边疆那种苍茫的感觉啊，所以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再决定自己想要用哪一种方式。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音，那它这个地方有一种微分音的感觉，你要先把拉这条弦按到 C 的音高，然后再往下滑到接近哆的音高。留下一种空白苍茫的美感。好的，那这就是古筝考级的关山月，大家可以试试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的诠释方式。学会了如何演奏这一首关山月了吗？欢迎点击旁边的链接欣赏全曲的示范。那么下周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古筝演奏版本的关山月。那么我们下次见。